大家好，我是小丽生。如果你想要在股市里面长期赚钱的话，今天你必须要学会怎么去发明一架飞机啊。那这是常识啊，飞机是谁发明的？莱特兄弟对吧？错了，其实不是他们啊。飞机的理论其实在他们之前呢，已经有无数的前人在小鸟身上参悟出来了。也就是说，飞机上面加一对翅膀的这个想法呢，其实不是莱特兄弟发明的。那为什么后世的人只知道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呢？因为那些前人每一次的试飞实验里面都是选了一个悬崖峭壁去飞的，结果一飞3秒钟就摔下来了，然后就挂了。那么在当时这试飞的新闻传出来，所有的人都觉得发明飞机是很危险的时候呢，莱特家的2个兄弟就看见了机会，因为前人居然可以用飞机试飞了3秒，然后才挂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理论本身呢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这2兄弟的荷尔蒙就开始飙升了。他们马上就去干了一件大事，他们走遍了全世界，然后找了一个沙子最软的沙滩，之后才开始试飞。每一次的试飞飞了2秒，摔下来了，但那个沙滩啊，就好像消防员的那个软垫一样，你摔下来就摔不死啊。所以虽然失败了，他们还有第2次、第3次、第4次，试到第18次，然后飞机居然停留在空中，所以他们就成功了。各位，你以前听这个故事，你的老师是不是告诉你一定要去坚持啊？但难道那些前人就不坚持了吗？他们只是挂了而已啊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关键不是莱特兄弟比较坚持，或者比较聪明，科研成就比较厉害之类的，而是说他们有一个退场机制。你前面的人干一次实验，要1条命来换，那你挂了，实验数据你都看不到，你也没有机会去改良，对吧？这些前人啊，就以为自己发明出来的飞机是肯定能飞的，这不就是跟股票大多数的韭菜一样吗？以为一买进股票就能够暴涨，对吧？所以就挂了，套牢了，亏钱了。而莱特兄弟之所以伟大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就是因为他们怕死啊。他们会去想，我一定有可能会输，但是输了我怎么才能够不死？能不能听懂啊？韭菜为什么是韭菜啊？就是因为他们买一只股票只会思考买了以后会不会涨，然后就去买，结果就是2种情况。第一，买了以后股价一直上涨，甚至暴涨，他们就拿不住，担心到了顶部，然后就见好就收，把这大牛股卖了，结果行情进入了下一轮的拉升，但这就跟你无关了。还有就是第二，买了以后股价一直下跌，甚至暴跌，他们就往死里砍，不断的持有这只暴跌的股票，甚至说服自己不断的越跌越买，希望可以摊低成本，结果越买就越跌，甚至跌到了退市，或者10年都涨不回来这样的情况呢，当你进入股市，只要你不是赚一笔钱以后就不再炒股了，那么你就一定会经历到的，就是说长期下来，不管股票是涨还是跌，只要你买进就会亏损或者是被套牢，原因就在于你没有一个最软的沙滩，也就是退场的机制。真正的高手啊，是可以看见股票暴涨或者暴跌的趋势，但同时在买进或者做空的时候就已经设置好止盈或者是止损了，只要股价触碰到这条线，系统就会帮我们自动的清仓。而这一整套的方法，如果你没有接触过金融机构的操盘手，你不懂他们拉升和推倒股票的逻辑呢，你是不可能懂的。而我讲的这些呢，我打算在今天这部影片完全毫无保留的公开，你甚至会颠覆你的价值观。因为市面上教你投资的人，他们都会说什么逼赚逼升的方法，而我至今呢，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是可以逼赚的。我自己投资的胜率也只有70%左右，但是我每一次赚钱，我都是赚50%以上，加杠杆的话可以赚到300%，而亏损的话，最多一定是控制在8%以内的。就是说我玩的是一个长期的策略，我赚的是一套别墅，亏的只是一颗糖果，那我亏损都是无所谓的。那这些呢，如果对你有用，当你不点赞为我撑腰的话，以后我不去做就没有人做了。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，如果你有这个志向，你可以跟其他的40多万的兄弟姐妹一样，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。首先，很多人会去看很多投机的书籍，然后学习了很多股票在暴涨之前的形态，比如说什么 Cup with Handle、VCP、收窄三角形、
箱型形态等等之类的，以为只要看到股价发展到这些形态，然后买下去就对了。那么结果呢，就是成为了被操盘手屠宰的羔羊啊！其实大道至简，所有的股价形态都是源自于两个概念：支撑和压力。为什么这两个概念那么重要呢？普通人以为股价突破了压力之后，趋势就会往暴涨发展，然后跌破支撑之后，趋势就会往暴跌发展。如果你也是这样知道它的结论，但不知道它背后的原因呢，你就会很容易被假突破所欺骗了，然后一买就下跌。而要知道它背后的原理呢，你必须要知道庄家是怎么割韭菜的。这里注意听了，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一家公司刚上市发行新股的时候就会暴涨啊？然后一轮上涨之后呢，如果跌破了一开始的发行价，就会一路下跌呢？最重要的是，它一定是会先大涨或者是大跌的，不会说新股发行了之后，股价会在那边不涨不跌的横盘发展了。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呢，你直接就可以跟着操盘手在大涨的时候买入，在大跌的时候做空。记着，新股发行会暴涨或是暴跌呢，是因为它满足了同一个时间和价格的放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认购新股的人呢，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时间还有同一个价格买入的。比如说，今天我的公司上市了，我发行了一只股票，定价是$10，然后你想一下，那些会买入我公司股票的人，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肯定是为了我公司的股价涨了以后，他们再卖出来赚钱嘛，对吧？那么现在你去认购我公司的股票，无论你是谁，所有的人都是统一在$10这个位置买入的，而且还要抽签，不是说你来认购就能够买，要看你的运气。这也意味着$10这个位置呢是几乎没有卖盘的，因为你难得可以抽中。你花这么大的功夫呢，你不会说10块买了，然后10块甚至亏本$9卖出去，能够理解吧？所有会参与认购新股的人呢，他们都是抱着同一个心态的，就是难得抽中，肯定是要赚钱才买的。也就是说，我$10买回来，如果你买盘交价是$9，我会不会理你？我不会理你的。这就是卖方市场，所以潜在的卖盘呢，都是在$10的上方，这就造成了$10这个发行价一推出来就没有卖盘，也就是不会有人会成交在$10这个位置，它一定会成交在$10以上的位置，可能是11、12，甚至是13、14、15以上。然后如果有一个人觉得只想赚一点点，基本上如果你刮出来的卖盘只是高$10一点点的话，比如说$11好了，那么都会很快成交的，因为有很多人都想要认购新股嘛，但是他们在$10这个位置抽不中，而他们觉得$11还是很便宜的，所以他们就会去抢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呢，其他人刮出来就是12、13、14、$15，就不会卖这么便宜了，所以就会瞬间推高我公司新股的价格，能够听懂吗？这新股暴涨的原理呢，其实就是庄家操盘的玩法。一个庄家要推高股价，他就必须要创造有新股特征的股票。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庄家会找到一只没有人会关注它的股票，也就是成交量和换手率很低的，同时呢，它是在横盘的股票，比如说它是在$10横盘好了，这就代表了没有人会觉得它会涨，同时也没有人会觉得它会跌。这时候潜在的卖盘呢，就会紧贴着$10的上方，比如说$11好了，而买盘呢也会紧贴着$10的下方，比如说$9好了。$11这个价格就会形成非常厚重的压力位，而$9就会形成非常厚重的支撑位，紧紧的夹着这个$10。从上帝视角来看呢，就好像这图一样，这种成交低迷的横盘呢，我们可以看见市场上是没有分歧的，很自然的就达成了一个共识，就是这只股票最后成交价格呢，就是在$10上下一点点的徘徊，波幅呢不会很大的。这时候庄家就可以开始介入吸取筹码，他会以$10左右的平均成本去买入这只股票，导致了大量的换手和成交。市场上的买盘和卖盘呢，都因为庄家吸收筹码而慢慢的减少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图，潜在的卖盘呢，大部分都远在$10以上，而越接近$10，潜在的卖盘呢就越少。等到这些接近$10的卖盘都被庄家或者是散户消化了之后呢，这个区域就会变成真空区了，然后他们只需要更少的钱就可以推高股价，而且这个真空区呢会不断的向上扩大。
因为筹码都被庄家吸走了。这就是资本市场著名的茅坑定律。什么意思呢？想象一下，厕所的数量是有限的，假设只有10个，现在只有2种人来上厕所，第一个是大便完就走的人，第二个是站着厕所不大便的人，他们就是永远待在那边。久而久之呢，这些厕所都一定会被站着厕所而不大便的人所填满的。因为第一种人大便完了之后就会走啊，而第二种人来了就少了一个厕所，他们是不会走的。所以只要第二种人不断的增加，哪怕100个里面有99个是大便完就会走的第一种人呢，然后只有1个是第二种人呢，那么来1000个人的时候呢，这10个厕所就会被不大便的人所占满了。你理解的话，我们可以说第一种大便完就走的人呢，就是股市里面超短线的投机者，而第二种人呢，就是庄家或者是长线的投资人。这第二种人呢，他们只会等待一个相对较高的价格才会卖出股票的，在此之前呢，他们只会坚定持仓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啊，只要股价在9块到11块这区间波动，长期的投资者呢，一定会占据大部分的筹码，而短线的投资者呢，就会被挤出去。这就代表了股票在那些短期不会卖出去的人手上，意味着我们能交易到的股票都已经被冻结了，被垄断了。这时候股价就很容易被庄家推高。那么这像不像新股发行的原理呢？同一时间买它的人都不会卖，这时候我们赚钱的机会就会来了。我们只要观察到股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横盘，价格在一个区间波动，同时成交量和换手率放大，突破11块那个厚重的压力位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跟着庄家去吸收筹码了。听不懂的多听几遍，等一下有实际操作的教学。但我想要说的是，很多人幻想炒短线就是最高境界，就是想赚钱的时候呢，就到股票或者是期货市场差不多一天，赚了一笔钱之后就可以丰衣足食啊。等到什么时候钱不够了，然后就再去那边赚一波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当你本金不够，你1万美金赚1倍都只是2万美金的时候呢，这够不够你去买房买车啊？这够不够你财富自由啊？最重要的是，这1万美金你要存多久才可以拿得出来呢？你敢拿全部钱去投机股票吗？又或者你敢像我之前一样去加杠杆去炒期货和 warrants 吗？我告诉你，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应该要想尽一切办法去累积你的本金。当你的本金足够大的时候，你100万美金赚10%，你都有10万美金，而且风险可以冒小一点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而所有赚钱的门道都很简单的，就2点：顺势而为，还有垄断市场。投机呢是可以帮我们赚钱的，但我们要的不是赚零花钱，而是每个月可以为我们带来被动收入的资产。2023年呢，人工智能都出来了，所有的东西呢都可以交给他们干了。难道你还以为上班赚死薪水就是最稳定的吗？就算你不被淘汰，当你就选择永远活在拿命去换钱的无限轮回里面吗？以前有的人说自己不适合做自媒体，因为他不懂得写内容、创作影片什么的，但现在我们都用 ChatGPT 来帮我们搞定了。记着，你要成为富人呢，永远都是跟趋势有关的。为什么我和我的弟子可以年赚7位数美金啊？因为我们的生意玩的是 YouTube 有25亿的人，如果每个人给我们1块美金，我们就会有25个亿。有的人说他的影片才500人看，我说500人看很惨吗？你的员工能打500个电话吗？一个最强的销售员啊，他每天拜访10几个客户就已经很牛了，他一天打100个电话就已经很优秀了，但是你一条影片就可以随便接触到500人，所以能比吗？最重要的是，你有钱请一个员工吗？而我的弟子用我的方法和系统，稍微好一点的都能够跑出几万的观看数，再好一点的几十万都不是问题。这样的效果你要请多少个员工啊？而我们都是不花钱的，所以实际上我们做自媒体不是教你去当网红，而是让你去打造一门轻资产的生意。今天我们的用户每天都花4到5个小时以上泡在 YouTube 里面，你不在这里面做生意赚钱，难道你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？最重要的是，整个过程是自动化的，就是说当你搭建好一个系统，它就会自动化的有人付钱给你，自动化收钱到你的钱包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环游世界，看 Netflix， 还有买房出租啊。那到底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不可能在这里面告诉你。我有一个价值300美金的培训营，把我所有的商业机密都在里面公开了。
但是现在只要你有订阅，还有为我点赞，我不用你花300、200、100，甚至连$1都不用，直接免费让你报名去学。那么你不想要错过的话，一定要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赶快的报名啊！好了，那到底如何实际操作，还有如何止盈和止损呢？市面上的书籍还有培训班都是教你先有仓位再有止损的。比如说你投了100万，如果亏损了5万就要止损，对吧？而我们的做法是先有止损再有仓位的。我们是预先知道自己最多亏多少才去买一只股票的。比如说我们看台积电这只股票，在2020年的4月，也就是疫情刚爆发的时候，台积电在290到309台币这区间横走，成交量呢是低于这条紫色的50天平均线，而横盘了2个月之后呢，这个成交量突然的放大，股价也突破了309这个非常厚重的压力位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只股票已经被庄家锁定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在309突破压力位的时候跟着买入，结果2个月之后就涨了25%，涨到了416台币。但我想让你学的不是说买对时机，而是我们止损的方法。当我们在309买入之前呢，我们就已经知道自己最多亏损 6.18% 左右，因为我们知道309是非常厚重的压力位，同时290也是非常厚重的支撑位。只要股价跌破了290台币，我们就会自动的卖出台积电，跌不破的话，我们就一直持有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最多只会亏损 6% 左右。而当它突破了以后呢，就一直没有触碰到我们的止损点，我们就会一直的持有，直到它涨到了 25%， 它就在416和466这区间徘徊横走。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卖出一半的仓位，我们要减仓，然后把止损提升到309。这样的话，首先我们已经确保有 12% 左右的利润放进我们的口袋。等到它突破了466台币，我又会补仓买入这只股票，然后再把止损点提升到了416台币。只要不跌破416，我就会一直持有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一只股票突破了厚重的压力位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进场，把止损定在厚重的支撑位。然后只要这只股票再一次出现横盘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一半的仓位清掉，减仓，把利润入袋为安。这样的操作为我们至少带来 50% 的利润。我们再来看我之前的影片，我教大家的 Tesla 股票，这只股票为我过去带来最多的利润。我们在20年的时候发现这只股票横向的过程里面，成交量和换手率是缩小的。当它在69和$60之间呢横行走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它的成交量和换手率突然间就放大了。这时候我们就会极其关注这只股票，当它突破了$69这个厚重压力位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买入这只股票。然后我知道$60是一个厚重的支撑位嘛，但如果我把止损定在这里的话，我最多就亏损 10%， 这是我不能够接受的，我最多只能接受亏损 8% 左右。所以我定了2个止损点，分别在65和$60。如果股价跌破了$65，我会先清仓一半，如果再跌破$60，我再把剩下另一半清仓。这样的话，我最多只会亏损 8% 左右，能够听懂吗？结果它就涨上去了，没有跌下来过，然后就在92和$112的区间横走。这时候我们已经赚了 23%。而当我们看见这只股票又出现横盘的时候，我们要干嘛？减仓啊！我们就把一半的利润落袋为安，然后把止损提升到了$69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已经赚了 11% 左右的利润。然后当它放量突破$112压力位的时候，我们又再一次补仓买入这只股票，不断的重复这样的动作，能够听懂吗？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是极其止盈的，我一般都是减仓之后就不看它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记住我一句话，你所有的操作都是为了提升你持仓的容错率，减低成本，而持仓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！因为我们要赚的不是蝇头小利，而是一整个大波段。例如期货市场20年的时候的大牛市，还有去年的比特币、日元的大空头行情，那个时候只要拿得住，都是10倍、20倍的盈利啊！我早在之前呢就提前告诉大家要注意了。而现在大企业通通裁员，经济出现萧条，现在处在大熊市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涨过一只股票了。
而如果你跟我当初一样一无所有，你要在这段时间翻身，真的你一定要做自媒体。有人会说现在做是不是晚了？我想说的是，请问最近刘畊宏是不是才刚红的？突然一个月粉丝就涨了4000多万，是还是不是？突然就火了，他一个月赚了他一辈子40多年赚的钱的总和啊！自媒体创业是一个真正让你努力越少回报越多的事业。你可以在 YouTube 这个平台去上传你的影片，这些影片就是你的资产，你只需要制作一次，它就可以为你带来源源不绝的被动收入。而我的创业商学院会直接告诉你一个可以复制的系统，就算你没有接触过营销、自媒体创业等等，就算你完完全全是一个新手，你都可以跟着我其他的弟子一样，去建立一个可以让客户追着你跑的自动化赚钱品牌。我会把我创业所有的心法，还有一些方法，包括怎么引流、SEO， 把流量变成钱等等，完全的在商学院里面告诉你，永久的带着你去创业。而你现在加入的话，我还会私人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的会籍，你可以不需要再看书了，你直接就听我们团队为你拆解100本书的进化思维。另外，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同学精英群组，大家都会在里面分享各行各业赚钱的第一手资讯和资源。那么好消息是，现在加入还会有前期非常大的优惠，而坏消息是，这个优惠快要被我们团队取消了，因为我们只会随着内容的更新而不断的涨价，所以什么都不说了。有兴趣成为我弟子的，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2条链接加入啊！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